嘿，大家伙儿早喽！7月27号星期四，最后一个训练日。昨天跑完强度还是挺顶的哈，今天轻松跑。回评论，又准备了。昨天那种就是冲强度的训练，其实对，就是如果我每周都做一次，会对提升绝对速度有帮助。我认为，你看昨天跑完以后，明显就感觉到，怎么说呢？第一是绝对速度还是不够行，第二就是因为不服的原因，上下坡感觉效率低。上坡可能还好，我说的效率低是针对上坡呢容易掉速，针对下坡呢不敢跑。你们看世川先生就很稳，就是你们仔细看昨天下坡的那几段，能区分出根据全程马拉松的成绩，确实是能区分出能力的。因为世川先生是能看出有一点点在下坡，然后本田先生呢2小时38的成绩，就稍微有一点点，就是摆臂会稍微的踉跄一些。然后其他有的小伙伴呢，就是可能还没有我成绩好的小伙伴，就会觉得比较的看上去比较危险。这真的不一样。还有腿部力量和整个身体的力量、肌肉。您看，有的肌肉比较健壮的小伙伴下坡就会顺一些，但是他换来的是什么呢？可能在马拉松的赛场上，会因为更多的负担，它就不是一个最优的一个状态。所以马拉松是个系统工程，你各方面都不能太差。我昨天下坡的时候是很收着的。行，那一会儿咱们回评论啊，加油干！你们老说视频的这两天说有底噪，这不是底噪啊，这是蝉鸣。这边的蝉鸣声音特别大，我手表有时候会报警说我的环境分贝音太高了。这特别像我小时候的北京。我记得小时候上小学，夏天，然后学校是那种4层高的那种砖楼，外边都是树。我小学就在现在东三环那个好世界那朝阳剧场的后边，现在早就没有了。那时候那一片还都是荒地，刚拆掉的平房，然后好多树，就在教室里听着外边的蝉鸣，就是现在这个感觉。好多年没有听到了，这些年一直听到的是东三环的车声。不过实话实说，从东三环搬到郊区以后，一开始还是有些不适应的，人就是这样，没办法。咱们回评论啊，第一个也是跟生活有关，说我到这边以后好像活动多了一些。这个先跟大家说个抱歉，就是这周6应该是去不了 Park Run 了，回头还得和老哥说一下，很抱歉了。活动多，我觉得我是这样，我确实是有比较严重的社交恐惧。其实我恐惧的更多的是太多没有边界感的社交。这边好像还好，第一你是外国人，自然而然的就有一些边界感。第二呢，确实是人的性格不一样，而且你说在异国他乡，你总是希望能够找到一些人一起活动活动。然后初跑者脚背疼，疼的有时候不能跑。这个很正常，就是脚背正中间那儿，对吧？这是薄弱的原因，我之前说过的，就是初跑者疼和受伤都是一般是先是脚，然后是小腿。等您什么时候真的是大腿后侧、臀部、髋关节
觉得疲劳了，那您就基本上练出来了。脚疼是再自然不过的现象，不行就歇歇，行了就接着跑。脚这种软组织，还有这种韧带，我的观点就是自己不成熟的观点。我有时候疼了就坚持一下，跑跑就好了。因为软组织这种受伤都是快伤慢好，这一下就伤了，但是它不太容易很快的康复，因为血管太少了。不过建议您初跑还是把伤养好，否则对跑步失去兴趣了就也不好。每周跑1次10公里的阈值，其他时候轻松跑，能不能破3？我还是我的观点，破不破3其实看跑量，能不能跑进2小时50，就看其他的一些训练，能不能跑进2小时40，看天赋和运气。您要是能保证每个月350公里以上，或者说我保守点说400公里以上，你没有那个阈值跑1年，估计也破3了。男性啊，健康，年龄也适中，就是青年、中年就可以。您这种训练节奏没问题，但是我的建议，想破3的话，可以就是阈值跑。所谓阈值跑，我认为就是要比我说的速度耐力再快一些。这种呢，跑10公里有点多，你可能达不到那个强度，因为距离长了，可能跑8公里、6公里比较合适。然后多增加速度耐力的训练，就是你一气儿能跑16公里，介于行与不行之间，会对全程马拉松更有帮助。然后是我多大了？我是1985年出生的，我不小了。昨天碰见穿蓝衣服那个小伙，20岁。问他在这边有什么感受啊？他说到饭店点完餐吃完吃不饱，我好羡慕这种感觉呀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同身受的体会？说下月要来大阪玩，但是住的离大阪城远，能不能穿跑步的衣服坐公共汽车或者坐地铁？肯定是坐地铁啊。您住得远，那您可能还得住在北边吧，住在新大阪梅田那边，那是不近，几站地，肯定没问题。我去Park Run就是，但是如果您跑完一身汗回来的话，就别跟人挤着，然后也别坐下就行了。这在哪儿都一样，大阪还是很自由的。然后晨跑心率起不来，就快跑慢跑都一样。这个我是这么理解的，回头找一期单跟大家细说。就是我跟团队训练这样以后，你们会发现我的心率能拉起来了，原来拉不到这么高的。我觉得我是一个对自己挺狠的人了，你也狠不下去那个心。而且晨跑本身就是不容易调动起来，2方面的原因造成的，很正常。您可以试试再对自己狠一点。在室内跳操，130多低心率有没有用？你要是说对心肺能力肯定是有用的，但是对马拉松用处不大。它只是比方说你有特殊情况，你要维持自己的有氧状态，不要掉得太快，有用。但是你要想靠它去提高你的马拉松水平，我觉得个人建议没有用。有效跑量和所谓的垃圾跑量，我觉得没有垃圾跑量。就不管你怎么跑，你要是能用7分钟的配速1个月跑500公里，那您了不起，对吧？那种都是几乎不太可能发生的事情，对吧？大多数人都是处在一个差不多的范围内，所以没有垃圾跑量，你只要跑就好。我觉得普通人的马拉松成绩就是和跑量正相关的，
几乎没有例外。所谓的例外都是有其他你没看到的原因，或者他自己都没有看到的原因而已。所以很多人在跑步的生涯里一直在纠结什么各种科学呀、各种这各种那几个动作呀，其实核心问题就是他不想吃苦，然后给自己营造出这么多问题，然后在这些问题里给自己找答案。现在社交媒体又这么丰富，所谓的信息茧房，对吧？那你搜到的都是你喜欢的，然后慢慢的形成了一个循环。我觉得就是和跑量有关的，耐力项目就是要吃苦的，不论是马拉松、自行车还是铁人这些，你不吃苦是没有前提的。课表有没有用？怎么说呢？课表有用，但是并不是每个课表都适合您。选择出适合自己的课表，也是需要积累和能力的。当然了，初跑者或者一开始的小伙伴，选一个自己看着距离差不多的就可以。课表不重要，完成课表才重要。或者说，完成课表是基础，更好的完成课表，并且理解它的目的，那更重要。这些您相信我，普通人很难做到，我也做不到，所以我没有课表，我不给自己徒增一些烦恼，带引号的烦恼。大姐姐又在排队，今天穿了另外一件衣服，是灰色的。Pace 2的体测准不准？哎，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。他出体测的第一次，那时候还是没有公开测试，我拿到了资格试了一次，很准。最大心率和阈值的配速和我在实验室测的一模一样，而且那次没有跑到最大心率，也就是它是估算的，而实验室那次是跑到了最大心率189，然后最大摄氧量这个一般，因为我在实验室是戴面罩测的，那肯定是不能说是准，只能说它是目前的金标准，测的是73.8，高尺给的是60多。因为最大摄氧量只能推测，靠一次的强度是推测不准的。您测不准的话，我认为啊，只有一个原因，就是您自己顶不下来。它那个是会检测你，如果一直跟不上它的速度要求，它就停了。你们可以翻我的视频搜最大摄氧量，有实验室那次要不是有人鼓励你，或者在实验室，我可能也顶不下来。我自己测高尺那次是顶到了最后一个环节，最后一个2分钟还是3分钟忘了，但是他那要求是2分50的配速，我不是说累了我就跑不了那么快，跑了20多秒就停了，他就。还有一个可能性就是你体测之前，他手表会问你的10公里成绩，可能那个你说的不准，否则我觉得他那个挺准的，但是真的挺顶的，一定准备好，千万别空腹晨跑去测。我就是空腹晨跑测的，真的挺顶的。你那测一次，你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动力测第二次，就准备充分去测一次。我很推荐那个测试。最后一个啊 ，Stride， 就是手表和手机之间的这个事儿。如果您带着手机跑，用 Apple Watch， 然后又带着手机又带了 Stride， 就如官方所说，你必须把手机的蓝牙关掉。注意是关掉啊，就是在设置里那个开关，不是控制中心那个，这样才最可靠，否则有可能会被手机抢到。这样你手表记的数就不对了，行吧？那就跟大家聊这么多，咱们继续加油干啊！哎，7月27号星期四，第4个训练日，
训练结束啊，6点45，跑了13公里多，1小时09，平均功率189，平均配速5分10，心率138，步频193。最后一个训练日加上昨天的强度课之后，是有些疲劳的，就轻松随意跑吧。之后评论区的小伙伴们，还有弹幕的小伙伴们问的一些问题，我讨论的一些东西说的都特别好，有的不是1-2句能够说清楚，特别想说一说，我会找专门一期来说，好不好？行吧，特别热哈，你看湿得透透的。其实就这个材料的衣服，在出汗特多的时候会比较贴，行吧？那就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。天气越来越热了，在家训练的时候注意补水，注意安全。那行，那还是祝大家能努力下训，加油干，咱们回头见。